蒙古现在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不是游牧，而是寡妇。别看蒙古面积确实是挺大的，但人也是真的少，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300多万人，计算下来每平方公里就2个人，人少就算了，蒙古的寡妇还多。在境内所有女性中，有1/6约30万的单亲妈妈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蒙古位于亚洲中部，作为被夹在中俄之间的内陆国，蒙古堪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。国土面积约为157万平方公里，是世界第2大内陆国，人口约346万人。蒙古多寡妇不是句玩笑话，在全国180万左右的女性当中，就有3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单亲妈妈。为什么这些女性会成为寡妇？原因有2点，一是主动，二是被动。我们先说被动。畜牧业是蒙古的经济支柱之一，不少人靠着放牧吃饭，但蒙古的经济差，光靠放牧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，所以有不少男人就跑去城市打工赚钱，就留下妻儿老人在家。本来这是没什么，但问题是那些跑去城里打工的男人们看惯了花花世界，一去就不愿意回来了，直接查无此人，而留在家里的妻子就被动的被抛弃，成了名寡妇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啥他们不去大城市里找自家老公呢？先不说人海中找一个可以隐藏的人有多困难，其次因为没了男人，女人不仅得照顾家庭，还得放牧，毕竟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，一旦没人放牧，要是有牛羊跑了或者死了的话，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，他们没办法离开，而寡妇也成了无奈之选。蒙古女性牧民成为寡妇那是无奈之举，但城市里竟然也有10多万的单亲妈妈，怎么他们也是被迫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前面也说了，有被动的，有主动的，而这些城市里的女性就是主动要当单亲妈妈的，这是为啥呢？首先，蒙古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出身，在他们的文化习俗中，单亲妈妈并不是会被唾弃的存在，只要女人一生，想生几个就生几个，未婚先孕那都不叫事儿，人家就鼓励这个，生的多了还会给你竖大拇哥。至于孩子有没有父亲，那根本不重要。其次呢，当年苏联解体，蒙古染上了西方那种自由主义，再者就是游牧民族又多少带点及时行乐的态度，只管爽不负责，一时间不结婚单亲生子的在蒙古都成了潮流。另外，蒙古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远高于男性的，因为男性过早承担家庭负担，读书的机会不比女性多，再加上这些女性基本上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，有足够的能力单独抚养孩子，而男性书没读多少，赚的也不多，而且还特大男的主义，整天懒懒散散，不是在喝酒就是在去喝的路上。这些男人还嚷嚷着要国家把一夫多妻给弄出来，理由也是非常可笑，说什么一个老婆挣的钱根本就不够买酒喝，每个人得娶2个老婆才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怎么可能结婚？与其这样，那还不如谈个恋爱，找个情人，有孩子就直接生，也不需要男人负什么责。既然如此，蒙古人少的原因又是什么？如果单说面积，蒙古确实是个大国，150多万平方公里，比英法加起来都大，但这么辽阔的土地上却只有区300来万的人口，按理说这不应该呀。蒙古为啥人少？其实蒙古人不多，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，从古至今都是这样。为啥？因为蒙古这块地压根儿就养活不了多少人，别看面积大，但大部分都是戈壁或者沙漠，这意味着可耕地面积很少。再说了，蒙古又主要是放牧，人家不种地，粮食根本不够吃的，想要人多不让人吃饱可是万万不行的。而且蒙古的气候还不好，一到冬天那雪下的每年都得冻死不少人。其次也是最重要的，蒙古的经济不行，国家太穷了，国内经济主要靠畜牧和采矿。蒙古虽然能用的土地少，但地下的资源可不少，光是探明的矿产就有800多种，煤炭同等储量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。但有归有，蒙古的基础设施相当落后，很多矿都挖不出来，就只能外包给外国公司。虽然带来了点收入，但同时挖矿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，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还慢慢的在被沙土侵蚀，还有各种极端天气，就比如说去年肆虐北方的沙尘暴就是由蒙古引起的。当年蒙古刚独立那会儿，人口也才40几万，说实话，真要比那个时候现在的蒙古能有300多万的人口，已经算是创造人口奇迹了。但这依然不够，人口过少也限制了蒙古的发展，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蒙古经济想要发展起来的关键之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了一点赞，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